研究发现电蚊香叶有肝毒性，那电蚊香还能用吗？答案来了。王大爷最近睡眠总是不好，最主要的原因是夏日炎炎，晚上屋内闷热，再加上蚊虫非常的多，蚊子不停在耳边嗡嗡响，让王大爷难以入睡。老伴儿，咱们明天去超市买点电蚊香叶吧。这蚊子嗡嗡在耳边响，真的是让人睡不着。行啊，咱们明天就去超市看看。第二天，王大爷和老伴到超市买了电蚊香叶，回到家后就赶紧使用上了。电蚊香叶有淡淡的清香味，让屋子内也充满香味。电蚊香叶杀死了屋内的蚊子，老两口再也不用因为蚊子嗡嗡叫而睡不着了。过了几天，王大爷从公园遛弯回来后，急忙叫老伴，快把电蚊香叶都扔掉。为什么啊？出了什么事儿？我听公园的人说，电蚊香叶有肝毒性，危害身体健康。我说怎么最近我头晕恶心呢？快点扔掉！真的假的呀？你是不是心理作用啊？那么多人用电蚊香叶也没看出事儿啊？你这个老婆子还不信，等要真出事就晚了。我还想多活2年呢。王大爷说完，就赶紧找到了电蚊香叶，将其扔掉了。电蚊香叶有肝毒性，到底安不安全？能不能让大家使用呢？一、电蚊香叶是如何驱蚊的呢？炎热的夏季是蚊子高发的季节，若想有效的杀灭蚊子，就需要使用驱蚊剂、电蚊香等一系列的产品。其中电蚊香叶是现如今家家户户都必备的一种驱蚊产品。若想知道电蚊香叶是否有肝毒性，对身体健康不利，就需要先知道电蚊香叶是如何驱蚊的。电蚊香叶和以前人们使用的蚊香，其主要成分是相同的，只不过传统的蚊香是通过燃烧，将其内部的化学物质散布到空气中，从而杀灭蚊子。电蚊香叶则是通过加热片，让瓶内的液体挥发到空气中后，杀灭蚊子。电蚊香叶瓶内的液体主要成分是除虫菊酯，这种化学物质伤害性非常大，散入到空气中后，被蚊虫接触，蚊虫便会立刻被杀死。由此看来，电蚊香也不会直接杀死蚊子，蚊子被杀死取决于除虫菊酯的浓度以及空气中停留的时间。电蚊香叶在制作的过程中，并不会让除虫菊酯的浓度过得高，因为这种物质的本质是农药，若浓度过高，必然会对身体健康造成伤害。但即便如此，有相关的研究表明，电蚊香叶确实有肝毒性，对人体的肝脏会造成一定的损伤。二、关于电蚊香叶的肝毒性问题。电蚊香叶具有肝毒性并不是一个夸张的说法，的确电蚊香叶中的有害物质会对人体健康造成伤害。简单来说，电蚊香叶中挥发出的气体可以有效的杀灭蚊虫，蚊虫都这么轻而易举的被杀灭，仍将这些气体吸入体内，又怎么会安全呢？相关研究表明，电蚊香叶的一些化学成分会对人体的肝脏产生不良的影响。如果长时间或者过量的使用电蚊香叶，那么肝脏就会有毒性反应。从科学角度看，电蚊香叶作用机制主要和液体中的苯以及甲醛等化学物质的毒性有关。苯是一种常见的化学物质，其主要作用是挥发和稀释。有相关的实验发现，若长时间接触苯，肝脏会出现受损的现象，人体的免疫能力也会降低。甲醛这种化合物质大家再熟悉不过了，都知道甲醛有毒，人体若吸入过量的甲醛，很容易致癌。而甲醛则作为电蚊香叶中的杀除剂，一旦人们过量使用，必然会对肝脏造成损伤。了解电蚊香叶的化学组成物质后，为了进一步证实电蚊香叶有肝毒性，相关研究人员也做了一些实验。在《环境科学与技术》杂志中曾发表过相关的研究，对小白鼠进行实验，发现电蚊香叶中的除虫菊酯会导致小白鼠的肝脏细胞出现氧化应激的反应，从而导致小白鼠的反应能力变差，甚至还会晕厥。另一项相关的实验研究发现，在人们长时间使用电蚊香叶后，人体内的血清谷丙转氨酶和谷草转氨酶都会升高，这两种酶标志着肝功能受损的情况。这也就意味着人们长时间使用电蚊香叶，就会出现肝功能受损。相关研究人员为了进一步证实电蚊香叶存在肝毒性问题，他们不仅对电蚊香叶的化学成分进行了分析，而且也在动物模型中进行了长期暴露实验，结果都表明电蚊香也会对动物的肝脏造成损伤。
虽然实验的过程中可能会存在一些不稳定的因素，导致结果与实际存有偏差，不能完全的肯定，只要使用了电蚊香液，人体的肝脏就会出现损伤。但是人们也需要引起重视，毕竟有相关的报道阐述了关于婴幼儿在意外中摄入了过量的电蚊香液蒸发气体，导致婴幼儿出现了呼吸骤停、心脏骤停的情况。其实这些相关的研究实验以及实际情况，都在告诫人们，在使用电蚊香液的时候需要谨慎，其内的化学物质是会对人体造成损伤。那么在使用电蚊香液的时候要注意什么？电蚊香液到底还能不能使用了呢？3. 电蚊香液是否能继续使用，需要注意这些问题。因为有相关的实验以及报道证明过，电蚊香液的确会对人体肝脏造成损伤，但是市面上并没有完全禁止电蚊香液的使用，再加上市面上的电蚊香液其内化学物质浓度并不会超标，所以在正规渠道购买的电蚊香液，其安全性是具有一定保障的。只要大家用正确的方式使用电蚊香液，就可以避免肝脏受损。对于使用电蚊香液的过程中，重中之重就是需要通风。如果人们长时间在密闭的环境下使用电蚊香液，整个房间内都充斥着电蚊香液化学物质的挥发气体，人们长时间吸入这种气体就会对身体健康不利。所以在使用电蚊香液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室内空气的流通，使用后也要开窗通风，这样才可以避免电蚊香液对身体健康造成不利的影响。在使用电蚊香液的过程中，还需要注意把控好时间。很多人不希望被蚊虫叮咬，所以就会一直插着电蚊香液，这样虽可以避免蚊虫叮咬，但却容易吸入过多的电蚊香液，对身体健康不利。通常建议使用电蚊香液的时间，最好控制在8小时以内，如果在密闭的环境中，使用时间最好不要超过1个小时。控制好电蚊香液的使用时间，以及开窗通风的情况下，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使用电蚊香液，大家还是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使用。比如身体弱的老年人、孕妇、婴幼儿都不建议使用电蚊香液，因为这3类人群本身身体的免疫系统低，若吸入有害的化学物质，会对身体健康造成极大的伤害。对于这3类人群，若想有效的避免蚊虫的叮咬，可以选择遮挡蚊帐等方式，一定不要通过使用化学方式杀死蚊虫。最后要提醒大家如何正确的使用电蚊香液，才能避免吸入电蚊香液挥发出的气体。很多人都喜欢把电蚊香液插在床头位置，这种使用方法大错特错，会非常让人们吸入高浓度的化学物质，对身体的伤害极大。正确的使用方法是放在远离人1到2米的位置，或者是放在空调口的下面，因为远距离可以避免人体直接吸入气体，而且在空气流通的情况下，有助于电蚊香液更好的消灭蚊子，也可以减少毒性。总之，利用正确的方法使用电蚊香液，可以有效的驱除蚊子。毕竟蚊子是病毒的一种传播媒介，还有一些驱蚊的物品，消灭蚊虫还是很有必要的。总结，电蚊香液是近些年很流行的一种驱蚊方式。小小的一瓶里面装满液体，只要插在电源上，就可以散发出气体，消灭蚊子。相比于传统的蚊香，或者是一些驱蚊杀虫剂，电蚊香液的味道好闻，而且不占地方，也不会出现燃烧着火的情况。电蚊香液虽然能帮助人们去除蚊虫，但是电蚊香液也具有一定的肝毒性。这并不是空穴来风对电蚊香液的污蔑。有相关的研究表明，电蚊香液中的一些化学物质会对动物的肝脏造成损伤，而且婴幼儿闻到电蚊香液散发的气体后，会出现心脏骤停等情况。电蚊香液内具有除虫菊酯、苯和甲醛等一些对人体具有伤害性的物质。虽然在生产电蚊香液的时候，不会过量的增加这些有害物质的浓度，但若人们长时间的吸入这些有害的气体，日积月累，身体健康就会出现问题。所以利用正确的方法使用电蚊香液非常的重要。在使用电蚊香液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室内空气的流通。电蚊香液也要放在距离人1到2米远处的位置。特殊人群如老人、婴幼儿以及孕妇一定不要使用电蚊香液。注意好这些事项，并在正规的渠道购买电蚊香液。
那么就可以避免电蚊香液的肝毒性问题。